111套海马斯压阵，台军战力定位彻底改写。美战斗航母蹲守南海，北京危险了。军人叛变，权力核心动摇，权贵区沦陷，伊朗崩溃在即。大家好，欢迎收看新冷战情势，请大家先为我们的节目点赞留言，谢谢大家。随着新一轮美台军售细节逐步明朗，台湾陆军的作战角色正发生一场静默却深刻的转变。根据已公开信息，台湾向美国采购的 M142 海马斯 HIMARS 多管火箭系统总数有望达到111套，规模不仅远超外界既有认知，更一举跃升为全球第2大海马斯使用国，仅次于美军本土约400套的部署数量。这一变化意味着台湾陆军已不再只是传统意义上的防御兵种，而是正逐步转型为具体远程精确打击、跨区机动反制、源头压制能力的关键战略力量。回顾部署进程，台湾最初向美采购首批29套海马斯系统，并于2025年7月正式成军。同年5月，陆军58炮指部已在中科院九鹏基地完成首次实弹射击，宣告该系统正式进入战备状态。更关键的是，在2025年圣诞节前夕，美国再度同意出售82套同型发射载台，使总数一举跃升至111套。这个规模不只是增加数量，而是直接改变了台湾陆军整体火力结构与作战想定。资深国防立委王定宇指出，破100套规模的海马斯部队在全球范围内极为罕见，其象征意义非常明确。台湾已被纳入美军高度信任、可深度协同作战的对象体系之中。值得关注的是，此次军售真正的核心并不仅是82套发射系统本身，而是其所搭配的完整火力体系。根据美国国务院2025年12月公布的军售清单，这笔总额于111亿美元的军售案中，约 40.5 亿美元用于海马斯相关项目，内容包括420枚 ATA-CMS 战术弹道导弹、1203组 GMLRS 精确导引火箭弹，以及42套 IFATDS 国际野战炮兵战术资料链系统。其中 IFADS 被称为火力系统的中枢神经，可实现快速目标分配、即时情资整合与多单位协同打击，使海马斯真正具备打了就走、随打随换阵地的现代化作战能力。这套组合使台湾国军能够落实分散部署、快速打击、远程吓阻的不对称作战理念，并显著拉高中共解放军在评估对台军事行动时的成本与风险。王定宇在专访中直言，海马斯在俄乌战场已经证明，它并非传统炮兵系统，而是战略级武器平台。过去陆军若要对敌方纵深目标实施打击，往往必须仰赖空军或海军火力支援，但在大量海马斯成军后，陆军将首次具备独立压制敌方防空、机场、集结区与后勤节点的能力。换言之，台湾陆军将从被动防守者转变为能为我空军创造制空条件的先手力量，这在作战概念上是一次根本性的翻转。外界高度关注的一点是随海马斯系统配套的 ATA-CMS 弹药射程问题。王定宇透露，坊间盛传部分 ATA-CMS 弹种射程可达500公里，虽然官方尚未证实具体型号，但他直言，如果美方愿意出售射程500公里的型号，事实上并没有说不卖。与此同时，长期研究台美军事合作的军事专家梅复兴也指出，随着台湾海马斯数量大幅增加，未来筹获陆基反舰飞弹 LBASM， 甚至射程上看1000公里的 PrISM Increment 2或更新型号，在技术与战略逻辑上都并非不可能。这意味着台湾未来的源头打击能力不再只是防御概念，而可能成为区域战略中的实质变数。当台湾本岛部署的海马斯数量逼近美军本土1/4的规模，这本身就是一个极具分量的政治与军事信号。
它不仅代表台美军事合作的深度，也清楚表明美国对台湾自我防御能力建设的态度，不是象征性支持，而是实质性战力转移与体系整合。在台海安全环境持续紧绷的背景下，这111套海马斯系统或许不会开第一枪，却很可能决定对手是否敢开第一枪。在美中战略博弈持续升温的背景下，美国海军在印太方向再次释放出强烈的军事信号。就在服役长达半个世纪的尼米兹号航母正式结束最后一次部署，准备退役之际，美军核动力航空母舰亚伯拉罕·林肯号迅速进入南海，展开高强度、带有明显实战意味的军事演练。外界认为，美军向北京发出清晰战时信号。据福布斯11号报道，林肯号航母打击群近期已驶入南海海域，并在中国伸索拥有主权的相关水域内实施包括实弹射击在内的一系列训练行动。美军公开的影像显示，2026年1月8日，林肯号在南海进行了方阵快炮 Phoenix CIWS 实弹测试，舰载 F-35C 隐身战机也展开了密集起降演练。整体训练强度明显高于一般例行航行，释放出战时状态下可即刻投入作战的信号。值得注意的是，林肯号此次部署并非临时起意，早在去年11月底，这支航母打击群就已低调离开圣迭戈军港，其后行踪一度刻意保持模糊，如今现身南海，并直接选择在高度敏感的争议水域展开实弹训练，本身就带有强烈的政治与军事双重指向。一方面，美军强调所谓自由航行权；另一方面，也是在对北京持续强化南海存在的回应与对冲。从时间点来看，这次行动更显意味深长。美国海军的定海神针尼米兹号航母已于圣诞节前返回华盛顿州，结束其最后一次部署。预计将在今年春季前往诺福克进行正式除役与拆解，而原本唯一前沿部署在日本横须贺的乔治华盛顿号航母，目前仍处于维修阶段，至少在2026年上半年无法形成有效战力。换言之，在西太平洋方向，美军一度出现了明显的航母战力空窗期。在这样的背景下，林肯号此时顶上来，几乎就是为填补尼米兹号退役后留下的战略空缺而来。美军第3航母打击群指挥官少将托德·维伦也毫不避讳地表示，打击群出现在第7舰队责任区，正是美国对印太地区承诺的直接体现。从装备层面看，林肯号的象征意义同样不容忽视。这艘排水量达 9.7 万吨的尼米兹级航母，虽然并非最新的福特级，但在完成中期换料与大修后，已经成为美军舰队中首艘具备完整的 F-35C 舰载机作战能力的航母。这意味着美军最先进的第5代隐身舰载航空战力已经开始在西太平洋进入常态化实战部署阶段。目前，林肯号搭载的第3航母航空联队 CVW-3， 并由多艘伯克级驱逐舰护航，包括配备神盾系统的弗兰克·彼得森号、史普鲁恩斯号和迈克尔·墨菲号，整体防空、反导与对海打击能力都处于高位。对于周边国家而言，这不仅是一支航母，更是一整套完整的远洋作战体系。伊朗局势正在迅速走向失控边缘。随着反政府抗议活动在全国多地持续蔓延，伊朗当局明显升级镇压手段，直接向示威人群开火，造成大量平民伤亡。局势已从社会动荡演变为血腥对抗，并牵动美国、以色列乃至整个中东地区的神经。据伊朗国际电视台报道，安全部队正以强硬手段镇压示威活动，冲突已波及全国185座城市。该台援引多方消息称，仅在过去2天内，死亡人数的保守估计已达2000人，人权组织 HRANA 给出的数字则高达2600人。在卡斯文等城市，目击视频显示，抗议者并未携带武器，但安全部队仍使用实弹进行驱散。德黑兰省卡赫里扎克法医中心内，
许多遇难者家属正在辨认遗体，场面令人震撼。流出的视频还显示，部分城市的安全部队占据制高点实施射击，地面力量则使用催泪弹、瓦斯和警棍清场。尽管如此，抗议者仍持续聚集并试图推进，冲突造成了大量人员伤亡，社会情绪进一步被点燃。与此同时，首都德黑兰局势尤为紧张。据称，约有20万名抗议者进入并控制了北部高档社区普奈克，封锁道路并释放出强烈的政治信号，抗议不再受限于任何禁区。这一地区长期被视为高官、军方高层及权贵阶层的居住地，如今也成为要求现政权下台的呼声集中地，显示出权力基础出现松动的迹象。当局随后在黎明时分集结大批军警，准备重新控制该区域，局势发展仍不明朗。与此同时，各地冲突不断升级，伊朗北部的拉什特市出现焚烧市政厅事件，马什哈德、设拉子、阿巴斯党、巴布勒等城市也相继发生示威、罢工和针对政府象征的破坏行为，部分地方的警务与司法机构遭到冲击。值得关注的是，1月11日，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高级军官梅赫迪·拉希米在伊拉姆省家中身亡，其死亡原因在短时间内出现多次版本变化，成为伊朗当前动荡局势中的右翼敏感节点。伊朗官方媒体最初通报称，拉希米死于煤气泄漏引发的爆炸，事件造成1人死亡，10人受伤。然而不久后，官方说法被悄然修正，为在与抗议相关的冲突中丧生，但并未公布具体细节。这种前后矛盾的表述引发反对派与人权组织对掩盖真实死因的强烈质疑。与官方说法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反对派与抗议者的叙述版本。根据在社交媒体和反对派平台广泛流传的说法，拉希米的死亡被认为与他此前在镇压行动中的角色直接相关。在伊朗的政治与权力结构中，伊斯兰革命卫队 IRGC 始终占据着一个极其特殊且难以撼动的位置。它既是一支军事力量，也是一套深度嵌入国家运作的政治与经济体系。旅居台湾的伊朗人阿米尔（化名）在接受3立新闻网专访时指出，革命卫队既是伊朗政权能够长期维系的核心支柱，同时也是压制民间经济活力、加剧社会失衡的重要根源之一。阿米尔直言，革命卫队早已超越传统军队的范畴，成为伊朗最大的超级企业集团。从基础建设、能源开发到大型工程项目，革命卫队几乎无所不在。它拥有高度集权化的行政效率，能够在短时间内完成桥梁、道路、机场等重大工程，其执行力往往远高于一般政府部门。正因如此，在制裁与危机频仍的环境下，革命卫队常被视为国家机器还能运转的关键力量。然而，这种效率背后隐藏着严重的结构性问题。阿米尔指出，革命卫队所控制的庞大商业体系，往往享有免税或变相免税的特权，同时还能依靠政治与安全资源排挤民营企业参与竞争。这不是市场竞争，而是权力竞争。在这种环境下，伊朗的私人部门难以成长，中小企业被不断挤出市场，国家经济逐渐丧失自我修复与增长的能力，形成对体制内利益集团的高度依赖。更深层的问题在于革命卫队对政治的全面渗透。阿米尔强调，任人唯亲已经成为伊朗治理体系中的常态。许多关键岗位并非由专业官僚或技术人才担任，而是交由政治上可靠的自己人把持。这种忠诚优先于能力的用人逻辑，直接导致水电、石油等基础资源管理长期失序，公共服务质量持续下降，最终把成本转嫁到普通民众身上，加重社会的不满与焦虑。国际层面的紧张博弈也在同步加速。美国总统特朗普已多次公开警告伊朗当权者，不得继续射杀抗议者，否则将面临严厉打击。他还直接向伊朗民众表态，美国随时准备提供帮助。特朗普是否会将警告付诸行动，成为全球高度关注的焦点。据《华尔街日报》援引美国外交官的独家消息，特朗普可能会效仿委内瑞拉模式，先对哈梅内伊本人
采取定向打击，再推动继任者上台，从而以最小代价达成政治目的。另一方面，社交媒体上流传的视频显示，伊朗声称可在24小时内研发出核武器。不过，经核查，该视频最早出现在去年春天，当时正值伊以冲突高峰，德黑兰曾警告任何攻击其核设施的行为将遭到严重报复。随后，美军曾出动 B-2轰炸机打击了伊朗3大核设施，因此外界普遍认为，伊朗在短期内实现核武器研发的可能性极低。据多名美国官员透露，特朗普将于周二听取一份针对伊朗局势的综合简报，讨论的选项涵盖多个层面，包括强化网络空间内的反政府行动，对伊朗军事与民用目标部署秘密网络武器，进一步扩大制裁，乃至直接军事打击。但白宫高层同时强调，目前不考虑派遣地面部队进入伊朗。与此同时，美军在军事部署层面也尚未进入实质准备阶段。五角大楼目前并未调动部队应对潜在空袭。美国不仅需要为攻击行动配置资源，还必须同步保护遍布中东的美军基地。而现实情况是，美国最近已将杰拉尔德2伯特号航母打击群从地中海调往拉丁美洲，导致中东与欧洲地区暂时处于无航母驻扎状态，客观上压缩了军事选项的灵活性。这一切发生之际，地区安全环境本就高度紧绷。就在不久前，2名美军士兵和1名平民翻译在叙利亚遇害，美国随后对当地伊斯兰国目标发动了大规模空袭，使局势进一步复杂化。在具体操作层面，一项引发关注的方案是，美国可能首次向伊朗境内输送由马斯克旗下企业运营的星链卫星网际网络终端，以帮助抗议者绕过伊朗的网络封锁。这一举措虽然具有技术层面的象征意义，但同样存在被伊朗当局视为外部干预的风险。华盛顿内部清楚地意识到，任何回应都可能加剧紧张局势，甚至引发美伊以3方直接对抗。同时，美国也担心，若行动过于象征化，既无法实质性削弱伊朗政权，又可能打击那些原本期待美国支持的抗议者士气。以色列方面同样保持高度警惕。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已与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话，外界普遍认为，双方讨论的重点之一正是美国是否以及如何介入伊朗局势。路透社援引3名以色列知情人士透露，以色列安全高层正在密切关注美国的任何潜在行动，并已就相关风险进行内部磋商。去年6月，以色列与伊朗爆发为期12天的战争，美以联手空袭伊朗核设施的记忆仍未远去。伊朗方面也已发出明确威胁。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在议会表示，一旦美国对伊朗发动攻击，伊朗将把以色列及美国在该地区的军事基地视为合法打击目标，并实施报复。这意味着，一旦局势越过某条红线，冲突极有可能迅速外溢，演变为区域性战争。另外，近日有网传视频显示，一名身穿伊朗军队正式军服、佩戴官方臂章的现役士兵，罕见地以波斯语向特朗普公开喊话。他直言，伊朗军人以及全国人民都在等待你来拯救我们，希望摆脱他口中所称的残暴政权，以便重新建设伊朗。更引人注目的是，他直接引用特朗普的政治口号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并加以改写，高喊 Make Iran Great Again， 让伊朗再次伟大，将个人诉求与美国政治符号明确绑定，并且当众亲吻了特朗普的照片。这一极具象征意味的举动，被不少观察者视为对现行伊朗体制的公开否定，也被解读为向外部力量释放政治球员信号。外界认为，这段视频之所以格外引人注目，至少体现在3个层面。第一，发声者并非流亡海外的反对派人士，而是伊朗体制内部身穿现役军装的军人。第二，他的表态没有使用任何模糊或隐晦的措辞，而是直接将现政权定性为暴政。第三，他主动呼应特朗普的政治口号，意味着这种不满情绪已经开始寻找明确的外部象征与突破口。从政治意义上看，这段视频的震撼之处，并不在于它是否代表伊朗军队的主流立场，
而在于它打破了一个长期存在的沉默假设，即伊朗军方被普遍认为是政权最稳固的支柱之一。当一名现役军人选择公开站出来，直接否定体制合法性时，哪怕只是个体行为，也足以说明体制内部的裂痕正在显现。航空货运周刊报道，自去年12月底伊朗爆发全国性抗议后，俄罗斯运输机频繁飞往德黑兰，引发外界高度关注。期间，一架以民用名义运营的俄制 IL-76TD 运输机在短短数日内多次往返伊朗，甚至一天5趟，且刻意绕开北约控制空域，显示并非一般商业航班，而是具备明确指向的特殊后勤行动。分析认为，俄罗斯可能正向伊朗提供关键支持，并为伊朗高层在政权不稳情况下转移资产，甚至撤离做准备，不排除涉及黄金等高价值物资。类似操作，莫斯科在叙利亚阿萨德政权倒台前曾有先例。与此同时，伊朗国内局势急剧恶化，12月28日里亚尔暴跌至历史新低，经济崩溃叠加社会危机，引发抗议迅速蔓延全国，政权稳定性面临严峻考验。好的，感谢您一口气看到最后了，这是对我们最大的鼓励和支持。要看最全面、最及时准确的战场热点报道更新，就请每日锁定新冷战情势。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也请您点赞、留言、订阅，把视频分享出去，让更多的人看到这个节目。想要赞助我们的朋友，可以打开超级感谢打赏赞助，帮助我们能持续做出更多好节目。谢谢大家。